本以为穿越成了追妻火葬场的主角，结果刚提离婚，丈夫就光速同意，甚至当场摘下婚戒，把她扫地出门。回到娘家还要被逼着卖给老侯爵。温迪亚今天向丈夫提出了离婚，她递过去一份考虑已久的协议书，表示自己不想再和他过下去了。她的丈夫可不是一般人，不仅是卡尔伯莫公爵家的家主，还是帝国第2顺位继承人，更是这个世界的男主角。不过温迪亚心里其实很清楚，她根本没打算真的离开这个大帅哥。温迪亚其实只是想用离婚协议逼丈夫看清对自己的感情。她甚至做好了各种心理准备，不管对方是愤怒撕掉协议，还是直接把她赶出门，她都能接受。她正等着丈夫放下自尊挽留她，结果丈夫只是沉默地看着协议，随后平静地表示同意离婚。温迪亚一时间根本没反应过来，直到她看见丈夫一边说着不需要了，一边伸手开始摘下结婚戒指。丈夫把摘下的婚戒随手扔在桌上，冷漠地表示今天就会签字提交并通知管家。温迪亚整个人都傻了，这剧情发展完全超出了她的预料。她明明是穿越到了追妻火葬场的小说里，怎么男主角说放手就放手了？结果穿越才刚满5周，温迪亚就这么稀里糊涂的离婚了。离婚3周之后，温迪亚坐上了离开的马车，直到现在她都有些不敢相信，当初她刚提完离婚就直接被管家请了出去，离婚协议加急办理，连神前誓言都给光速撤销了。温迪亚越想越气，别的小说离婚起码得折腾几个月，她这不仅效率高的离谱，甚至连1分钱赡养费都没拿到。她本来坚信自己穿越的是那种女主提离婚，男主就会大彻大悟跪求挽留的追妻文，可现在的剧情发展完全把她给整不会了。温迪亚觉得自己真不能算自作多情，毕竟她这短短2周的婚姻生活，简直就是标准虐女主文的配置。结婚以后，两人不仅分房睡，连吃饭都是个吃个的。丈夫整天忙着开会，根本见不到人；婆家人更是打心眼里瞧不起她，私底下没少骂她是高攀的垃圾，嫌弃她根本没有自知之明。最让温迪亚受不了的是，那个名义上的丈夫不仅指望不上，甚至连她问个简单的问题，对方都只会敷衍了事，根本不正面回答。温迪亚之所以认定这是本小说，是因为这场婚姻其实是她自己主动找上门提议的。当时她为了不被卖给老侯爵还债，主动向不想娶公主的公爵提出合作，两人各取所需才结了婚。正因为脑子里有原主的记忆，温迪亚才误以为这是追妻火葬场的套路，信心满满的作死提了离婚。不过她突然反应过来，难道这剧情还有什么隐藏的番外篇，是原主记忆里根本没有的？但转念一想，现在纠结这些也没用了，毕竟他人都已经被扫地出门了。马车停在罗斯家门前，温迪亚刚踏进家门，还没来得及整理情绪，温迪亚的哥哥就冲了过来，对着他就是一顿狂轰滥炸，骂他怎么还有脸爬回来，既然好不容易嫁进豪门，就该像水蛭一样死死缠住对方。还没等温迪亚喘口气，他的母亲也急急忙忙跑了过来，劈头盖脸的责骂他到底做了什么荒唐事才会搞到被离婚。温迪亚忍不住大声反驳，自己根本不想回这个地狱般的家，但他很快注意到一件怪事，家里明明债台高筑，母亲和哥哥却穿得异常华丽。母亲根本不在乎温迪亚的质问，只顾着抱怨家里的生意又要完蛋。温迪亚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家人一直靠着他的婚姻吸血，现在好日子到头了，财气急败坏。面对刚离婚的亲生女儿，这家人没有半点关心，只有自私的埋怨。温迪亚自嘲的想通了，毕竟他们当初为了钱，可是毫不犹豫的要把他卖掉。这种被亲人背叛的时刻，总会让温迪亚想起自己穿越者的身份，那种被世界抛弃的孤独感再次涌上心头。面对母亲逼他回去跪求原谅的要求，温迪亚冷淡的拒绝了，甚至反腔让母亲自己去求。他很清楚自己已经不是以前的温迪亚，根本没必要再忍受这家人。母亲和哥哥被他的态度气得够呛。这时罗斯家的家主陈卓莲走了出来，质问温迪亚是不是想彻底毁了家族。父亲怒斥温迪亚被夫家扫地出门，威胁他要是不能复婚，就把他卖给萨克森侯爵。说完，父亲竟然直接动手打人，幸好温迪亚反应快，侧身躲开，结果父亲自己用力过猛摔倒在地，引得母亲和哥哥一阵惊呼。温迪亚看着狼狈的父亲冷笑，他已经彻底看清了这家人，不管是那个冷酷的前夫，还是眼前这群吸血鬼家人，他都不打算再忍耐了。温迪亚冷冷地警告他们，在骂人之前最好先搞清楚状况，因为从今天开始他要为自己而活。温迪亚连夜收拾好值钱的珠宝，准备趁着夜色偷偷溜走，他可不能空着手离开，半夜当神偷也是迫不得已，因为前夫丹罗斯没给1分钱赡养费。回想起当初提离婚的时候，丹罗斯态度极其冷淡，直言是温迪亚主动提的离婚，他没有任何过错，绝对不会支付任何赡养费。当初离婚时丹罗斯态度强硬，甚至威胁他不服就法庭见，这导致温迪亚现在身无分文，只能回到吸血鬼一样的娘家。更糟糕的是，丹罗斯撤回了所有资金，走投无路的家人绝对会不择手段，强行把他卖给萨克森侯爵换钱。经历昨天的冲突，他绝不会坐以待毙，这也彻底斩断了他的念想。无论是对这家人还是对前夫，他都不再抱有任何幻想。虽然前夫那张帅脸确实有点可惜。温迪亚正准备坐上马车离开，身后却突然传来了呼喊声，原来是女仆萨莎跑了过来，气喘吁吁的求温迪亚带她一起走。温迪亚吓了一跳，赶紧捂住她的嘴，让她小声点。温迪亚无奈的表示自己身无分文，根本付不起雇她的工钱，不明白萨莎为什么要跟着自己。
萨莎却坚定地表示，比起这个无可救药的罗斯家，他更愿意追随选择离开的小姐，而且罗斯家已经拖欠了他好几个月的工钱。温迪亚听完一阵无语，心想这黑心家族还真是名不虚传。但面对萨莎的坚持，他还是有些犹豫。萨莎直接掏出一大袋财宝，问温迪亚这下还能不能带上他。温迪亚震惊之余骂他是小偷，萨莎却理直气壮地解释，这只是温迪亚偷拿珠宝时掉落的。接着萨莎开始软硬兼施，威胁说要是自己被留下来，面对夫人的审问只能实话实说。温迪亚气得直呼遇到了黑心勒索犯，但看着死缠烂打的萨莎也毫无办法。眼看时间紧迫，温迪亚只能妥协，催他赶紧上车。伴随着马车缓缓启动，两人终于趁着夜色彻底离开了罗斯家。坐在车厢里，温迪亚看着满脸兴奋的萨莎，无奈地叹了口气，没想到最后还是把这个小跟班带上了。萨莎好奇地打听马车的目的地，温迪亚低头抚摸着手中的项链盒。当初离开时，丹罗斯将这条项链作为婚姻补偿交给他，冷淡地表示两人从此彻底两清。温迪亚收回思绪，决定不再纠结过去。不管这里是不是小说世界，他都要为了自由的未来而活。他告诉萨莎，马车正驶向南方的林斯领地，属于他的全新生活这才刚刚开始。马车终于抵达了目的地，可眼前的景象却让温迪亚傻了眼。这栋破烂不堪布满蛛网的废墟，居然就是他满心期待的领地别墅。这跟他想象中的豪宅完全是两码事。温迪亚崩溃地瘫坐在地上，后悔自己当初怎么会相信那个前夫，这简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时间回到离婚前一天，前夫丹罗斯没有给他任何现金财产，只给了他那条项链，还声称这东西以后会比资产更有用。温迪亚当时回到家才终于明白，前夫送他项链的真正用意，里面居然藏着一张叫迪亚的身份牌，还有一份林斯领地的地图。靠着这个新身份，他成功躲开了家人的搜捕，一路奔波赶到了这里。此时中介催着温迪亚赶紧签字，还说他其实早就是这儿的主人了，签字不过是个过场，要是实在不想要，也得等上3年才能转卖。虽然眼前的破房子让温迪亚十分抗拒，但眼下实在无处可去，他也只能犹豫着准备签字。身后却突然响起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问他是不是终于现身了。温迪亚猛地回头，原本以为是前夫派来的仆人，可看清对方的模样后却大吃一惊。来人一头火焰般的红发，五官精致，轮廓分明。温迪亚忍不住怀疑，这难道是传说中的第二男主角？还没等他脑补完，对方却直接没好气的当面质问，问这个骗子到底在胡说八道些什么。一句话瞬间把温迪亚给整懵了。红发男人劈头盖脸就问，除了温迪亚还有谁在？接着又没好气地质问他，到底什么时候才肯把壁炉装好？温迪亚被这粗鲁的态度整懵了，正想问这家伙到底是谁，中介赶紧在一旁介绍说，这位红发帅哥其实是他的租客。温迪亚一脸震惊，自己什么时候招过租客了？对方却说3天前他的代理人就已经签了合同。温迪亚瞬间明白又是前夫搞的鬼，不仅塞给他一栋破房子，居然还强行塞给他一个难缠的租客。他气得直咬牙，发誓绝对不能放过前夫。可当对方把沉甸甸的钱包递过来，说是这个月的房租时，温迪亚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温迪亚打开账本一看，直接傻眼了，这租金居然有13000克了。要知道他离开公爵府时，全身家当也才2000克了，这笔房租相当于他总资产的6倍多，换算下来每个月能拿4000刀。温迪亚顿时乐开了花，没想到前夫丹罗斯嘴上说不给抚养费，背地里却给他留了这么一个摇钱树。看来这帅气的脸蛋下还是有点良心的，要是再多招几个这样的租客，自己岂不是直接暴富了？看着温迪亚在一旁得意的狂笑，红发租客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并警告他明天必须把壁炉装好，管他这个恶魔租客说什么。在温迪亚眼里，他现在就和那大笔的月租一样可爱。温迪亚瞬间觉得之前经历的离婚和家庭决裂，全都是为了今天的报复做铺垫，这根本不是什么追妻火葬场，而是妥妥的致富剧本。然而此时的温迪亚还不知道，这栋破旧的别墅里即将发生极其可怕的事情。报纸上赫然印着萨克森侯爵突然死亡的消息，属下向丹罗斯汇报最新进展。温迪亚已经带着女仆萨莎顺利通过了林斯检查站，并在当地签下了别墅合同。丹罗斯听后神色冷淡，挥手示意属下退下。随着房门缓缓关上，桌上的报纸滑落到地上，上面赫然写着萨克森侯爵死亡的头条。温迪亚在别墅住了一段时间，靠着收来的房租维持生计，但他不满足于只有一个租客，为了吸引更多人，他计划彻底重新装修这栋破旧的别墅。可仔细一算账，手里的预算实在是太紧张了。本以为在这个有魔法的世界，修缮房屋会非常轻松，可各种魔法道具价格高昂，女仆萨莎也只能继续辛苦干活。温迪亚仔细一算，加上人工费，居然要10万克了，这笔巨款让他直犯难。不过为了打理别墅，招个管理员还是很有必要的。新来的管理员克里斯就这样入职了。从面试那天起，温迪亚就发现这小哥帅得离谱，简直是难得一见的顶级美男。虽然他对克里斯的过去还一无所知，看着眼前帅气的克里斯，温迪亚脑子里已经开始演大戏了。这忧郁的眼神配上绝美的长相，妥妥的落难贵族或者亡国皇子，难怪要躲在乡下当个小管理员。正当他捧着脸想入非非时，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激烈的争吵，直接把温迪亚拉回了现实。他赶过去一看，萨莎正拦在克里斯面前大喊，质问他为什么要砍掉院子里的树。
萨莎急忙向温迪亚告状，说这棵明明是说好不能动的守护树。面对指责，克里斯一脸委屈地站在原地，吞吞吐吐地想要解释。克里斯低头道歉，解释说砍树脂是为了省下材料费。看着他那张帅气又无辜的脸，温迪亚瞬间心软，根本骂不出口。他只能无奈地打圆场，让克里斯用现有的材料去修围栏。萨莎在一旁得意地警告克里斯，让他下次注意点。看着克里斯失落离开的背影，温迪亚有些纳闷，不懂这两个人怎么一见面就掐架。萨莎直接一针见血地吐槽，说温迪亚分明就是看中了人家的脸。温迪亚心虚的赶紧让萨莎闭嘴，不过他心里也承认，克里斯除了长得帅，确实没什么别的本事。温迪亚突然注意到克里斯的手上满是伤痕，克里斯局促的低头道歉，自责自己不仅帮不上忙，还总是犯错受伤，甚至说话结巴。看着眼前自卑的克里斯，温迪亚出言安慰，觉得结巴又不是什么罪过。这副模样让温迪亚想起了自己改名温迪亚之前的卑微过去，心里不由得对他产生同情。他温柔地开导克里斯，说每个人都会犯错和互相原谅。可克里斯依然十分沮丧，觉得自己犯的错实在太多了。温迪亚见状忍不住打趣，问他是不是故意犯错的。克里斯吓得连忙否认，温迪亚便没再多说，当下最要紧的是先处理伤口。萨莎递上药箱，克里斯本想自己动手，温迪亚却直接拉过他的手，耐心地帮他敷药包扎。看着温柔照顾自己的温迪亚，克里斯心里暗自感叹，眼前这位主人真是个极其善良的人。然而等温迪亚大功告成，克里斯的手却被裹成了巨大的布包。一旁的萨莎看得满脸无语，吐槽温迪亚的手艺实在不敢恭维。克里斯看着手上滑稽的包扎，还是真诚地向温迪亚表达了感谢。看着眼前的新环境和新伙伴，温迪亚对未来的新生活充满了期待，觉得美好的日子正在向自己招手。然而平静很快被打破，温迪亚的父亲此时正大发雷霆，愤怒地质问手下为什么还没抓到人。手下只能战战兢兢地解释，说温迪亚把所有行踪都抹掉了。一旁的哥哥也趁机煽风点火，问父亲难道就这么放任不管？父亲气得大声呵斥让他闭嘴，咬牙切齿地怒骂温迪亚是个白眼狼，居然用这种方式来报答家族的抚养。既然温迪亚彻底抹去了行踪，父亲决定不再手软，他因沉着脸下达命令，让人去联系那个神秘的帮手。他直接开出了2万克朗的高额悬赏，势必要把温迪亚给抓回来。温迪亚为了买东西，特意来到了最南端的河登，因为他住的林斯领地实在是太偏僻了。这里最出名的就世界线商业街，整条商业街以女神像为中心，向3个方向延伸开来。虽然鹤登这个地方建立还不到1年，但最热闹的第一街已经挤满了人。看着眼前的招牌，温迪亚总觉得这个名字有些耳熟，还没等他仔细回忆，人群中突然传来一声尖叫。还没等温迪亚反应过来，萨莎就兴奋地拉住他，指着前方聚集的人群，猜测是不是有什么名人来了。温迪亚心里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走近一看，居然是克里斯被一群女生围在中间，大家正七嘴八舌地向他搭讪。看着被围得水泄不通的克里斯，温迪亚和萨莎一脸无奈。温迪亚赶紧出声喊他，催促他该离开了。听到声音的克里斯转过头，下意识地脱口而出喊了一声主人，这一下直接让周围的女生炸开了锅。温迪亚心里直呼冤枉，这羞耻的称呼可不是他教的。克里斯见状赶紧转移话题，问他是不是已经买完东西了。温迪亚忍不住调侃他现在人气真高。克里斯一脸委屈的求饶，甚至自卑的觉得自己长得丑。这话直接让温迪亚无语了，长成这样还嫌丑，简直是睁眼说瞎话。看到温迪亚手里的篮子，克里斯主动伸手接了过去。一旁的萨莎见状也不客气，顺便把自己的行李也塞给了他。克里斯好脾气的全盘接下，温迪亚只想赶紧带大家离开这里，可还没走几步，他突然察觉到异样，猛地警觉的回头看去，只见公馆的有钱租客罗恩正在街头被人迎面痛揍，光天化日之下打得这么狠，旁边的萨莎急得不行，直呼罗恩一直在单方面挨打。温迪亚也觉得纳闷，罗恩平时看起来像个闲人，怎么会在闹市跟人打架？不过仔细回想起来，这家伙身上确实有很多疑点。他平时总是无声无息的出现，大夏天还非要让人把壁炉点燃，而且身上经常带着伤，却从来不肯去看医生。温迪亚猜测罗恩是被流放的贵族少爷，但总觉得他的身份没那么简单。看着罗恩在街头单方面挨打，萨莎有些担心要不要出手相助。温迪亚也觉得对方下手太狠，正准备帮忙，克里斯却突然拉住温迪亚，冷静地表示根本不用担心。他指出罗恩虽然看似狼狈，其实每次都巧妙地避开了要害。温迪亚有些意外地看着克里斯，克里斯被看得有些局促，连忙解释是因为自己以前经常挨打。这番话让温迪亚更加怀疑克里斯的身份，觉得他绝对不是普通人。克里斯见状只能慌张地继续解释，温迪亚只能无奈地顺着他的话敷衍。这时远处的卫兵大声呵斥着赶来，直接介入了这场街头斗殴。既然卫兵已经出面，温迪亚决定不再多管闲事。刚好马车赶到，几人便动身返回公馆。温迪亚看着窗外，只希望别出大事。天色渐暗，温迪亚回到公馆，在房间里看书。这时房门突然被推开，罗恩沉着脸站在门口，脸上还带着未消的伤痕。温迪亚躺在沙发上笑着打趣，说很高兴看到罗恩还能自己走回来，调侃他大夏天非要修壁炉，还担心他以后没机会用了。
罗恩听出这是在嘲讽他，沉着脸警告温迪亚别跟自己说话。温迪亚却笑着表示自己只是关心。罗恩警告他以后在外面装作不认识，更不要主动找他搭话。温迪亚道也乐得清闲，连声答应。看着罗恩离开的背影，温迪亚确认他确实没受什么重伤，不过他总觉得这家伙身上藏着秘密。温迪亚看着罗恩那张被打伤的帅脸，心里直犯嘀咕，这家伙明明只是个租客，态度却嚣张的像这栋房子的主人。不过温迪亚之所以一直忍着他，除了因为他是个按时交租的摇钱树，最关键的原因是他很可能是这本故事里的核心角色候选人。可疑的租客罗恩，还有身份神秘的管理员克里斯，他现在也拿不准谁才是真正的核心角色。他决定先装傻充愣，暗中观察，顺便摸清自己到底穿进了哪本书里。反正克里斯笨拙可爱的样子也挺养眼，至于丹罗斯，相比之下就显得冷酷多了。丹罗斯的眼神冷冰冰的，根本看不出一点情意，绝不可能是故事的核心角色。况且两个人已经离婚了，以后最好彻底断绝往来。温迪亚打了个哈欠，庆幸今天大家全都平安返回，便起身准备回房休息。夜深人静，施工馆里静悄悄的，房门却被缓缓拧开。克里斯悄悄闪进室内，悄无声息地在暗处走动。他径直走到床前，看着熟睡中的温迪亚，眼神里完全没了白天的温驯。他缓缓伸出缠着绷带的手，轻轻握住温迪亚的手指，将她贴在自己的脸颊旁。克里斯低声呢喃着唤他主人，神情里满是旁人未见的深情。温迪亚在睡梦中听到动静，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还没等他完全清醒，克里斯就慌张地跑来大喊。温迪亚疑惑地询问：“这么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克里斯结结巴巴地报告说：“2楼闯入了入侵者。”温迪亚顿时吃了一惊，心想这破旧公馆有什么好偷的？温迪亚突然反应过来，这很可能是小说里的经典桥段，专门用来展示那几个人有多厉害。他兴奋地拉上克里斯，迫不及待地赶往现场，想亲眼看看他们大展身手。两人急匆匆地往楼下跑去，克里斯有些迟疑地提议要不要先去通知卫兵。温迪亚却一脸轻松地摆摆手，毕竟克里斯和罗恩都在这栋楼里，根本不需要外人插手。温迪亚觉得有2位强力保镖在，今晚绝对出不了什么大事。可还没等他走到跟前，楼下就传来入侵者嚣张的挑衅，紧接着便是一声沉重的闷响。温迪亚顿时有些傻眼，赶紧跑上前去查看情况。只见罗恩正双手抱胸，冷冷地看着前方。原来白天在街上挨打只是他装的，这帮家伙居然还敢跟到公馆来。克里斯吓得浑身发抖，赶紧上前护住温迪亚，紧张地询问他有没有受伤。罗恩转过头看着满地倒下的入侵者，他还没来得及清理现场，担心温迪亚他们看到会吓晕。结果克里斯一见这惨状，吓得大喊着要去报信并跑开了。罗恩根本来不及阻止，正发愁该怎么向房东解释。温迪亚看着眼前的一片狼藉，心里忍不住大失所望。说好的帅气救场，结果根本毫无浪漫可言。看着眼前的烂摊子，温迪亚气得全身散发黑气。罗恩在一旁吓得不知所措，只能小心翼翼地问他没事吧。温迪亚气得大声质问罗恩，要是换做他自己是租客，看到墙上裂了这么大一条缝，到底打算怎么赔偿？罗恩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温迪亚刚才没有被吓晕，全是因为心疼这面墙。温迪亚有些无奈地解释，自己平时只吃3顿饭，每次也只免抢修补1-2个地方。罗恩不明白他为什么为了一堵墙大惊小怪。听到这话，温迪亚彻底炸毛，质问他知不知道这堵墙有多贵。他平时容忍罗恩只是看在钱的份上，现在居然把墙给弄裂了。温迪亚越想越心疼，直接无力地瘫倒在地上，哀怨自己赚的钱全要赔在修墙上。罗恩在一旁看得满头问号。温迪亚躺在地上继续装可怜，哀怨自己为了修房子快要饿死了，甚至开始交代起后事，求罗恩死后把他埋在公馆前院。罗恩被他念叨的实在受不了，气得当场抓狂，大喊着答应会出钱把墙修好。一听到有人买单，温迪亚瞬间收起悲伤，立马换上一副崇拜的表情，嘘寒问暖的关心罗恩有没有受伤。罗恩看着这光速变脸，简直无语到了极点，吐槽他怎么现在才想起来关心自己。温迪亚表面上笑脸盈盈，心里其实早就打好了算盘。温迪亚试探着问罗恩，自己是不是该早点对他产生好奇？罗恩却一口回绝，表示根本没这个必要。温迪亚顺水推舟地表示赞同，觉得互不打听底细确实最省心。罗恩却冷冷地反问，谁说自己关心他的底细了？温迪亚顺势开起玩笑，既然大家互不相干，那他把今天的事情举报上去也没关系吧？看着罗恩瞬间严肃起来的表情，温迪亚又笑着表示大家毕竟认识这么久了，他赶紧表明立场，强调自己绝对是站在罗恩这边的，可不是因为他答应了要赔偿修墙费。罗恩承诺明早就会把一切解决好，催促他赶紧回去睡觉。不过身为房东，温迪亚还是多问了一句，打听以后还会不会发生类似的危险，毕竟他得对公馆里其他客人的安全负责。得到罗恩不会再发生的保证后，温迪亚立刻喜笑颜开，美滋滋地道了声晚安，便转身溜走，只留下罗恩一个人在原地头疼叹气。看着温迪亚离开的背影，罗恩只觉得这个女人不可思议。第二天，罗恩果然兑现承诺，把破损的墙壁修得整整齐齐。不过他真的只修了坏掉的那一块。看着这块过于突出的新墙，温迪亚有些失望的直叹气，遗憾
自己免费翻新公馆的计划落空了。罗恩路过时无情地戳穿了他的幻想，顺口问他要不要一起吃早餐，还不忘毒舌地吐槽他吃得少身体弱。没等温迪亚反驳，罗恩就摔门而去。这恶劣的态度让温迪亚十分无语。自从上次的入侵事件解决后，罗恩不再像以前那样躲着温迪亚了。多亏了他按时交纳的房租，公馆也渐渐修缮得有模有样，平静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可一大清早，温迪亚就被报纸给惊到了，上面居然印着前夫丹罗斯的巨幅照片。报道说，公爵家族要正式介入影子问题，甚至还在关注他会不会再婚。温迪亚一大早就气得把报纸拍在桌上，他心想两个人明明都已经离婚了，这家伙早就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了。虽然来到公馆后，偶尔还是会想起他，起初只觉得他是个烦人的家伙，但现在看来似乎没那么简单。他突然想起自己当初逃离家族的经历，多亏了丹罗斯送的那条项链，他才能顺利脱身。如果这栋公馆也是丹罗斯特意留给他的，那他心里确实充满了感激。思绪突然被门外的嘈杂声打断，萨莎和克里斯一路小跑着冲了进来，两人正为了晚饭的菜单争执不下。萨莎想吃烤鸡配南瓜汤，克里斯却坚持温迪亚说过炸鸡才是最美味的。看着两人吵吵闹闹的样子，温迪亚忍不住笑了起来。虽然生活里少不了这些琐碎的打闹，但自从搬进这栋公馆后，他每天都过得非常幸福快乐。温迪亚下定决心要彻底忘掉前夫和那个冷酷的家族，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毕竟这一切都是他自己做出的选择。看着眼前贴心陪伴的萨莎和克里斯，他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期待。帝国宫殿里正进行着一场紧急会议，大臣们纷纷上奏，要求尽快调查影子现象的真相，以免引起地方领主们的强烈不满。所谓的影子现象是2年前突然出现的一种黑色物质，它们像液体又像固体，所到之处只留下无尽的黑暗。面对这个棘手的难题，皇帝环顾四周，却无人敢主动请缨。就在一片沉默中，丹罗斯主动站了出来，代表卡尔布莫家族接下了调查任务。看到丹罗斯主动请缨，皇帝感到十分意外，底下的大臣们也开始交头接耳，猜测他是不是想借机讨好皇帝。皇帝当众宣布任命丹罗斯为调查组的指挥官，并对他寄予了厚望。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帝国，皇帝不仅公开赞赏丹罗斯的担当，甚至有意让他成为公主2婚的候选人。退朝后，女人叫住了丹罗斯，十分担忧地质问他为什么要主动去接这么危险的任务。他对丹罗斯的决定感到庆幸，觉得他这次主动请缨，不仅重新赢得了皇帝的信任，还让大家把他和温迪亚家族的过去只当成是一次微不足道的失误。他甚至开始盘算着，只要丹罗斯能迎娶公主，家族的声望就能更上一层楼。然而丹罗斯却冷冷地打断了他，警告他不要再自诩为母亲，更不要再插手公爵府的事务。他毫不客气地表示，与其在这里操心他的婚事，不如多担心一下自己的养老问题。等他这次调查回来，前任公爵和夫人就该彻底退位了。不知不觉间，温迪亚在公馆已经住了一段时间。这天，公馆终于迎来了新租客，一个叫塞西利亚的神秘女子。因为没有姓氏，应该不是贵族。温迪亚热情地主动上前帮忙，想帮他把行李提到3楼的房间，可对方却冷冰冰的一口回绝，甚至直接拍开了温迪亚的手。触碰的瞬间，温迪亚发现他的手冰凉的吓人。还没等温迪亚为自己的失礼道歉，塞西利亚就冷冷地警告他少管闲事。看着塞西利亚冷漠离去的背影，温迪亚心里还是有些放心不下，毕竟自己是这栋公馆的房东，对方看起来身体虚弱，面色极差，手也冰凉的，让人担心是不是生病了。萨莎觉得新租客实在太无礼，甚至怀疑他身份可疑，需要防范。温迪亚却觉得是自己多管闲事，主动去关心反而给别人添了麻烦。正说着，门外突然传来脚步声，有人在外面大声询问有没有人。温迪亚和大家顿时警惕起来，这个时间根本不该有客人拜访。看着走上门来的陌生面孔，温迪亚一时间有些反应不过来，盯着他胸前代表身份的徽章，纳闷调查官为什么会突然光顾。温迪亚心里直犯嘀咕，怀疑是不是因为上次的入侵事件才把这些调查官给招惹了过来。温迪亚心里直打鼓，怀疑是不是自己的身份暴露了，或者是罗斯伯爵家举报了他。还没等他想明白，旁边突然传来一声呵斥，一个傲慢的随从走了过来，指责温迪亚见到侯爵家的人竟敢如此无礼，显然是把穿着朴素的他当成了仆人。温迪亚没有计较误会，只是冷静地询问对方的来意，对方却一脸嫌弃的让他去叫主人。被追问后，才不耐烦地透露他们是来买下这栋公馆的。一听对方是来买房的，温迪亚想都没想，直接回绝说不卖。这干脆利落的态度，气得对方当场跳脚，大喊着让他赶紧去叫真正的房东。温迪亚心里暗骂帝国法律碍事，表面上却优雅地亮明身份，表示自己就是这栋公馆的主人，而且这里概不出售。对方一听是个平民女子，顿时出言不逊，恶意揣测。一旁的萨莎气的想要理论，却被温迪亚冷静地拦了下来。这点挑衅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温迪亚索性顺着对方的话头，装作见钱眼开的样子询问报价。对方傲慢地表示会议价收购，温迪亚便爽快地答应卖房。可紧接着他就笑眯眯地开价，加上租客的搬迁费，一共10亿克朗。这天价瞬间把对方吓得直冒冷汗，当场气急败坏地质问他是不是疯了。温迪亚看着对方气急败坏的样子，索性改口说不卖了，直言是因为对方的脸太让人倒胃口。随从被激怒想要硬闯，温迪亚立刻出声喝止，警告他如果敢再往前一步，就以非法入侵罪起诉他。
不过对方提到的赫登侯爵家倒是勾起了温迪亚的回忆。在这个女性财产归家族所有的帝国，埃尔斯顿是唯一一位晋升为侯爵的女性。贵族社交圈里，大家正在讨论卡尔布莫家族准备在南方投资建设商业区的消息。女人对此极为不屑，认为在那种偏远地方投资不可能成功，根本不值得公爵家砸入重金。其他人也顺势出言嘲讽，甚至打趣说南方只适合搞畜牧，空气里都散发着牛粪的味道。女人见目的达到，便笑着打断大家，请众人品茶，还特意送上王都正流行的玫瑰胸针。贵族妇人们收到礼物后赞不绝口，茶会表面上恢复了融洽的氛围。在温迪亚的记忆中，当年的卡尔布莫家族宴会上，埃尔斯顿的提案不仅被彻底无视，甚至连客人的伴手礼都没拿到。这尴尬的处境让温迪亚感同身受，但埃尔斯顿却始终保持着自信，这让温迪亚忍不住去关注他，甚至在宴会结束后主动追了出去，将一份礼物递到了埃尔斯顿面前。埃尔斯顿一眼就看出这根本不是公爵夫人准备的礼物，但他并没有当场拆穿温迪亚的谎言，反而露出了难得的温柔笑容。温迪亚觉得埃尔斯顿非常在乎家人，不想让他在外面被人看不起，于是从丹罗斯送的结婚礼物里挑了一个最像的送给埃尔斯顿。埃尔斯顿虽然感激温迪亚的善意，但担心他私下帮忙会再次受罚，还注意到温迪亚的手上满是伤痕。温迪亚却觉得这都是家常便饭，他明白埃尔斯顿其实很清楚自己在卡尔布莫家族的悲惨处境。温迪亚真诚的希望对方收下礼物，觉得埃尔斯顿的女儿一定会喜欢。当年埃尔斯顿收下礼物时，曾承诺以后会尽力帮他，正是因为有了这层旧交情，温迪亚决定亲自前往侯爵府拜访。见到埃尔斯顿后，温迪亚直接说明了来意，指出对方的大儿子弄坏了公馆围栏，却迟迟没有给出赔偿答复。看着眼前有些变化的埃尔斯顿，温迪亚心里有些异样。而埃尔斯顿得知真相后，十分通情达理，当即为儿子的无理行为道歉，并承诺会让他尽快登门赔偿。看着眼前优雅得体的埃尔斯顿，温迪亚实在无法把他与无理的儿子联系在一起。埃尔斯顿温柔地看着温迪亚，欣慰地表示他现在的状态比以前好多了。注意到埃尔斯顿正看着自己的手，温迪亚意识到对方还记得当年的事情。埃尔斯顿接着提起温迪亚最近在莱姆斯管理公馆的事，还听说那里现在变得热闹了不少。当被问起是否正以迪亚的化名生活时，温迪亚大方承认了这是个秘密，并坦言一路上确实遇到了不少困难。埃尔斯顿露出一丝微笑，叮嘱他一定要小心隐藏身份，并承诺侯爵家会尽全力提供帮助。这突如其来的善意让温迪亚有些意外，不明白对方为什么要帮自己到这种程度。埃尔斯顿坦言，这只是为了报答当年那枚胸针的恩情。他还真诚地祝贺温迪亚迎来了全新的开始。以前外界对他离婚只有指责，这还是他第一次收到真心实意的祝福。走出侯爵府，全新的开始，这句话一直在温迪亚脑海中盘旋。听起来虽然美好，但他心里很清楚，现在的公馆毕竟是丹罗斯留给他的。既然要彻底告别过去，开启新生活，他不禁开始思考，自己是不是也该从零开始，去拥有一个完全由自己亲手打造的东西。温迪亚正琢磨着要在人流量最大的地方开家蛋糕店，结果走着走着，突然被地上的东西绊了一下，定睛一看，路上居然横躺着一个人。温迪亚吓得以为遇到了命案，旁边的人赶紧解释人不是自己杀的，对方还一口叫出了温迪亚以前的身份。尤利泽热情地跟他打招呼，温迪亚却注意到他胸前的蓝色玫瑰胸针，那正是自己当年送给埃尔斯顿的礼物。赫登侯爵家有3位继承人正在竞争，分别是长子瓦尔迪尼、次女尤利泽以及最小的弟弟莱恩，每个人都被分配管理商业街的一个区域，考核标准是看谁的销售额增长最快。尤利泽运气不好，抽到了最冷清的区域，那里唯一有点人气的只有一家椰子店，可长子瓦尔迪尼却企图把这家店也抢走。更气人的是，椰子店的员工竟然背叛尤利泽，暗中勾结长子。尤利泽一气之下用电击手套把人打晕了，这才有了温迪亚在路上看到的那一幕。看着尤利泽理直气壮地寻求认同，温迪亚只觉得一阵无语，不明白自己怎么就莫名其妙被卷了进来。尤利泽解释说，母亲曾告诉他这枚胸针是温迪亚送的，所以他一直对温迪亚倍感亲切，今天能在这里相遇让他非常高兴。温迪亚这才明白对方为何如此热情。尤利泽坦言想成为像母亲那样优秀的侯爵，并向温迪亚请教方法。他深知自己能力尚浅，但如果让长子瓦尔迪尼继承家业，赫登侯爵家恐怕撑不过2年就会败落。看着眼前的尤利泽，温迪亚想起了埃尔斯顿先前的善意祝福，他决定把这当成是对当年那枚胸针的回报，因为他实在不愿看到赫登家就此走向没落。曾经播下的善意，如今正以另一种方式循环。如果温迪亚早知道这件事就好了。不过此时的他已经敏锐地指出了这场继承人竞争的盲点，并微笑着表示自己有个好主意，询问尤利泽想不想听。温迪亚白天和尤利泽没聊够，约好晚点再细谈。晚上他准备去收衣服，回公馆路上撞见了奇怪的一幕，罗恩、克里斯和萨莎都在现场，气氛显得格外紧张。萨莎手里拿着严重变形的平底锅，委屈地指着地上被绑结实的入侵者，大喊抓到了小偷。原来萨莎去收衣服时，刚好撞见这男人鬼鬼祟祟冲向公馆，顺手就把人给制服了。温迪亚看着地上的入侵者，感觉他不像是前夫派来的刺客，毕竟前夫手段会更专业。难道是被公馆里有钱的租客连累了？
他忍不住在心里吐槽，这种莫名其妙的展开，难道是某种浪漫故事的套路？地上躺着的其实是新角色。罗恩赶紧出言澄清，表示这人和自己毫无关系，他认识的人里可没这么蠢的家伙。听说对方是被平底锅砸晕的，温迪亚顿时惊呆了。制服小偷的竟然真是拿平底锅的萨莎。温迪亚不由得有些怀疑，萨莎是不是隐藏了惊人的战斗力？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神级帮手？不过眼下最要紧的还是处理地上绑着的入侵者。温迪亚顺手扯掉了他嘴里的抹布，没想到这家伙刚能开口，就大言不惭地自报家门，说自己可是白芝工会未来的副会长。这不打自招的速度让温迪亚十分无语，顺藤摸瓜追问是谁雇佣了他。对方嘴硬不说，还挑衅说他很快就会知道答案。听到对方提起父母的悬赏，温迪亚立刻反应过来，这人是罗斯伯爵派来的。看来罗斯家族根本不打算放过他，即便萨克森侯爵已经死了，他们依然想把他卖给其他贵族。克里斯微笑着走上前，语气温柔地提议把人直接活埋。温迪亚虽然觉得他赏心悦目，但还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罗恩建议把人交给调查队处理，温迪亚却陷入了犹豫，因为一旦惊动调查队，自己的真实身份必然会暴露。温迪亚心里很清楚，如果直接把男人放回去，罗斯家族肯定会派人找上门来，可真要动手杀人，他也绝对做不出来。纠结再三，他终于有了主意，决定测试一下男人的运气，是死是活全看他自己的造化。他们只需要在旁边看着，根本没必要弄脏自己的手。听完这个决定，彼得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温迪亚却只是微微一笑，表示这次先放过他，祝他能顺利活到下一次见面。转眼到了第二天，公馆里暂时恢复了平静。听说公馆里抓到了刺客，尤利泽不仅没有害怕，反而兴致勃勃地表示能帮上忙，说手里正好有个宝贝。原本温迪亚今天邀请尤利泽是想商量怎么帮他在竞争中胜出，结果两人刚走到走廊，就听到被关着的彼得大吵大闹。温迪亚只好把昨晚的事情如实相告。尤利泽听完之后，直接送给温迪亚一个黑色项圈，这其实是一个带有诅咒的魔法道具，只要带上它的人离开指定范围，就会立刻触发诅咒，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尤利泽解释说，这个项圈只有一把钥匙，把人留在身边才是最安全的。温迪亚好奇宝贝的来历，没想到是尤利泽从瓦尔迪尼那里偷来的。温迪亚听完深表赞同，毕竟落到瓦尔迪尼手里准没好事。他以前只见过魔塔制作生活用品，没想到还有这种限制人身的魔法道具。不过这正好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把送上门的人才关着太浪费，有了这个项圈，就能名正言顺的把人留下来干活。这时克里斯走上前汇报，已经按照吩咐把彼得转移到了客房。温迪亚带人过去查看，只见彼得被堵住嘴，正拼命挣扎。看着眼前折腾的刺客，温迪亚其实早就调查清楚了，这家伙叫彼得，是著名情报组织白芝工会的成员。虽然彼得这个人极度自恋，但找人的本事确实数一数二。温迪亚一口叫出了他的名字，把彼得吓得当场愣住。他可没打算客气，直接要求彼得退出工会，接着不由分说的把魔法项圈套在了彼得的脖子上，强行让他从今天起为自己效力。温迪亚微笑着凑上前，直接宣布彼得从现在起就是他的部下了。被强行套上项圈的彼得整个人彻底懵了，完全无法理解这个女人到底在说什么。温迪亚回到客厅向尤利泽道谢，多亏了那个魔法项圈，他顺利收服了彼得这个新员工。现在彼得正被萨莎强行拖走，去接受严酷的岗前培训。尤利泽对此倒是不太在意，两人重新坐回沙发上。温迪亚顺势切入今天的主题，准备和尤利泽商量继承人竞争的事。温迪亚指出继承人的考核标准看重的是销售额的增长率，而不是总销售额的多少，所以选择目前业绩较差的第二商会反而对尤利泽更有利。毕竟从极低的起点开始提升，增长率的数据会非常惊人，这才是帮尤利泽胜出的关键。尤利泽有些迟疑，毕竟第二商会只有一家椰子店出名，想让销售额翻10倍谈何容易。温迪亚却自信地表示自己能搞定，条件是分走第二商会5%的月利润。这对走投无路的尤利泽来说简直是救命稻草，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甚至承诺事成之后再给一笔额外奖金。温迪亚在心里飞快地算了一笔账，有了这笔钱，不仅能付清公馆的维修费，还能让自己彻底实现财务自由，重新开始。不过想靠椰子店翻盘并不简单，在这个世界里，椰子是极其稀有的食材，只产在罗申斯侯爵的私人岛屿上，因为原料被垄断，全国一共也只有3家椰子店。听说全国仅有的3家椰子店里，有一家最近加入了尤利泽的第二商会。温迪亚有些好奇，毕竟罗申斯侯爵是出了名的难搞，尤利泽到底是怎么把店谈下来的？尤利泽解释说自己运气好，以前顺手帮过罗申斯侯爵的女儿，对方为了报答这份恩情，特意在侯爵面前替他美言了几句。温迪亚听完顿时心里有数了，原来侯爵从一开始就只打算把椰子独家供应给尤利泽，至于竞争对手瓦尔迪尼，不过是在白费力气罢了。既然已经摸清了底牌，温迪亚立刻有了新计划。他神秘兮兮地告诉尤利泽，接下来的策略就是垄断中的垄断。这新词直接把尤利泽给听懵了，完全不明白温迪亚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为了帮尤利泽的第二商会宣传，温迪亚立刻推出了新产品椰子脆片，并派人在街上免费发放试吃。路人询问这是不是新甜点，女仆顺势介绍起椰子的健康和美味，女人当众尝了一口，清脆的咀嚼声瞬间传遍了街道，立刻吸引了周围所有路人的目光。同伴紧张地询问口感，女人尝过之后
赞不绝口，直呼这椰子脆片又香又脆，简直美味极了。接着店员又抛出重磅服务，表示店里会帮顾客把椰子包好，这解决了椰子难处理的痛点，让围观的路人惊喜不已。不仅如此，店员还介绍椰子脆片单卖，只要5.99克朗，花20克朗就能带走一整套，实惠的价格立刻吸引了路过的贵族。宣传的最后，店员大声宣布，下周起这些新品和套餐就会在第二椰子店正式开售。随着新品宣传的造势，第二椰子店彻底火了起来。几天后，克里斯兴奋地向温迪亚汇报，贵族们对第二商区的关注度暴涨。如今椰子店门前排起了长队，椰子也成了上流社会追捧的健康食品。不仅如此，温迪亚还提前对周边店铺进行了口味和品质的培训，排队等待的顾客顺理成章地流向了附近的咖啡馆和餐厅，整个第二商区因此被彻底盘活。温迪亚一边听着汇报，一边惬意地品尝着刚出炉的甜点。虽然椰子店的生意蒸蒸日上，但温迪亚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因为他针对瓦尔迪尼的复仇计划进行的并不顺利。当初瓦尔迪尼想抢走第二商会的椰子店，温迪亚便计划以牙还牙，去挖走第一商会主打蛋挞店的配方。为此，他和尤利泽天天去店里蹲点，可对方防守的实在太严密，他们连老板的面都没见着，反而把自己累得够呛。尝过那家店的美味蛋挞后，温迪亚更是心痒难耐，正琢磨着该怎么把配方弄到手，突然房门被粗暴的推开，带着项圈的彼得怒气冲冲的闯了进来，大喊着既然把他关起来，就必须对他负责到底。他委屈地质问温迪亚为什么给他戴上项圈后就对他不闻不问。温迪亚看着眼前的彼得，却直接愣住了，因为他居然穿着一身女仆装。原来在萨莎的特训下，戴着魔法项圈的彼得已经彻底适应了公馆的打扫工作，扫地抹布样样精通，简直成了一个合格的家政工。温迪亚正一边吃着点心一边感叹，彼得却突然凑了过来，怒斥他不要把碎屑掉得满地都是，还抱怨吃东西的人永远不懂打扫的辛苦。被彼得一通训斥后，温迪亚只能尴尬地向他道歉。不过彼得很快注意到带回来的蛋挞，疑惑他怎么有空去帝都买这个。温迪亚解释说这只是在第一商区买的。彼得得意地表示这种高品质的蛋挞绝对瞒不过他这个专业情报员的眼睛。他推测这家店是从帝都被赶出来的。听到这个消息，温迪亚顿时来了兴趣。如果这家店在帝都名声扫地，那这背后一定有不为人知的内幕。他立刻让彼得把知道的线索详细说清楚。彼得透露说，这家蛋挞店的老板是个顶级颜控，一见到帅哥就走不动路。先前在帝都，对方就因为勾搭有妇之夫，闹出大丑闻，才被赶了出来。温迪亚听完顿时有了主意，既然对方是个无可救药的颜控，那就直接用美男计去诱惑他。他把克里斯精心打扮了一番，换上华丽贵族装扮的克里斯十分羞涩，觉得穿成这样浑身不自在。温迪亚却连连夸赞非常合适，虽然觉得有些对不起克里斯，但为了拿到蛋挞配方，温迪亚还是带着他来到第一商区，准备用克里斯的美貌吸引老板注意。克里斯嘴上说着全力配合，心里却直犯嘀咕，觉得自己长相普通，根本不信这美男计能管用。温迪亚在一旁听得满头问号，可两人刚一上街，克里斯就成了全场焦点，路过的贵族们纷纷交头接耳，打听这是哪家的少爷。可克里斯实在太紧张了，完全没注意到周围火热的视线。温迪亚看他局促的模样，也有些于心不忍。他主动提议，如果觉得勉强和不舒服，现在就可以直接回去，没必要强迫自己。克里斯一听，急忙否认。他红着脸沉默了半天，鼓起勇气，小声询问温迪亚能不能牵着他的手。温迪亚爽快地答应下来，毕竟克里斯是为了帮忙才穿成这样，牵个手自然没什么大不了。温迪亚主动牵起克里斯的手，克里斯受宠若惊，红着脸小声嘟囔，说自己现在已经不那么紧张了。看着克里斯纯情又可爱的模样，温迪亚忍不住在心里嘀咕，这家伙到底是从哪学来的招数，简直就像专门培训过一样。两人牵着手朝蛋挞店走去，这画面看着就像一对热恋情侣。然而还没走到店门口，屋里突然传来一阵嘈杂的争吵声。两人刚走到蛋挞店门口，里面就传来惨叫和砸东西的声音。温迪亚整个人都懵了，紧接着屋里传来男人的怒吼，质问对方是不是偷偷藏了钱。温迪亚察觉情况不对，提议让克里斯去叫警卫。路过的路人却叹气表示，警卫来了也不管用，每次都只听那个丈夫的一面之词。温迪亚脸色沉了下来，屋里又传来一阵争执。名叫查尔斯的男人抢走了钱袋，根本不顾妻子的哀求，那可是明天准备进原材料的钱。查尔斯数着抢来的钱，厚颜无耻的让妻子多干活赚钱。话音未落，一只高跟鞋就狠狠砸在他脸上。温迪亚实在看不下去，光着一只脚直接走了进来，怒斥查尔斯太吵，自己绝不可能坐视不管。看着眼前的贵族大小姐，查尔斯有些心虚，却还硬撑着说是夫妻家务事。温迪亚冷笑着反问，一个家暴男也配提夫妻这两个字？温迪亚正严厉警告查尔斯，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家务事。身旁的克里斯突然凑过来，面无表情的问要不要直接把人埋了。温迪亚顺口答应完，才猛然反应过来，看着被活埋下的直哆嗦的查尔斯，温迪亚顿时有了主意，对付这种欺软怕硬的无赖，装成黑恶势力恐吓最管用。温迪亚故意沉下脸，冷冰冰地表示，这种垃圾活着也是浪费空气。克里斯立刻心领神会，声称后山刚好还剩一个空位，问需不需要现在就去挖坑。看着克里斯一脸熟练的阴暗笑容，查尔斯彻底被吓破了胆，真以为惹到了杀人不眨眼的魔头。
查尔斯丢下钱袋，一边道歉一边连滚带爬逃走了。温迪亚看着他狼狈的背影，一阵无语和嫌弃。惊魂未定的凯特小心翼翼询问温迪亚，先是温柔安抚，随后表明身份，说自己是第二商会的顾问。在听完蛋挞店的现状后，温迪亚发现这里的混乱程度远远超出想象。此时克里斯正在一旁帮忙带孩子。原来这家店名义上登记在丈夫名下，管理权在婆婆手里，实际上只有凯特一个人在干活。凯特无奈表示，想谈店铺合作只能找婆婆。温迪亚这才恍然大悟，难怪之前来买蛋挞都只看到凯特一个人背着孩子忙碌。温迪亚试探着提议，问他有没有想过自己开一家店。凯特大吃一惊，觉得自己根本没有这个能力。温迪亚鼓励他，表示会全力支持，还能帮他解决家暴的丈夫。可凯特慌忙拒绝了这份好意。原来凯特自己是个孤儿，不想让孩子也失去父亲，哪怕丈夫再不堪也只能咬牙坚持下去。见凯特态度坚决，温迪亚不好强行插手家事，只能起身告辞，决定等凯特自己想通。温迪亚临走前向凯特告别，表示自己下次还会再来。虽然嘴上说着不想多管闲事，可心里很清楚自己根本无法坐视不管。走在回去的路上，温迪亚叹了口气，他怎么也没想到，凯特每天不仅要独自制作几百个蛋挞，还要包揽打包和销售的所有活计。联想到之前听到的传闻，温迪亚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个因为勾引有妇之夫而在帝都名声扫地的罪魁祸首，其实是凯特的婆婆。克里斯见状，轻声询问温迪亚是否打算帮他。得到肯定答复后，克里斯有些不解地停下脚步，提醒他多管闲事可能会惹祸上身。温迪亚思索片刻，承认克里斯的担忧不无道理，但他解释自己并非单凭善意出手，而是看中了凯特的手艺，想提前为第二商会招揽人才。既然凯特迟早会成为员工，温迪亚便顺理成章地向克里斯寻求帮助。克里斯听后欣然应允，表示主人的心愿就是他的心愿。尤利则调查得非常彻底，送来的资料显示，那对母子简直是无可救药的垃圾。虽然温迪亚对克里斯声称帮凯特只是为了商会的利益，但他心里其实还有一个无法说出口的原因。看着那个孩子哭泣的脸，温迪亚仿佛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在穿越之前，他也曾拥有一个看似完美的家庭，却从未感受过哪怕一次快乐。父母每天都在无休止的争吵指责，却总是把责任推卸到他身上，口口声声说是为了他才忍耐着不离婚。温迪亚看着窗外，陷入沉思。他之所以执着于帮凯特，其实是想拯救曾经那个在不幸家庭里痛苦挣扎的自己，因为不幸的家庭根本养不出幸福的孩子。就在这时，克里斯推门走了进来，他已经成功接触到了凯特的婆婆，并且顺利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得知计划进展得如此顺利，温迪亚脸上露出了自信的笑容。接下来只要布置好舞台，就能彻底解决这个麻烦了。看着靠谱的克里斯，温迪亚忍不住竖起大拇指，连连夸赞。克里斯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克里斯向温迪亚确认，是不是想让凯特离婚独立。温迪亚毫不犹豫地表示，凯特必须彻底甩掉那家人，带着孩子重新开始生活。至于那个不争气的丈夫和婆婆，温迪亚打算让他们按月支付抚养费，逼着他们去拼命干活，这样这个世界才能稍微公平一点。2天后的深夜，温迪亚把下班后的凯特约到了一家高档餐厅。面对满桌精致美味的食物，凯特吃得赞不绝口。看着眼前吃得开心的凯特，温迪亚心里却另有打算。他注意到凯特脸上的伤又加重了。凯特穿着温迪亚送的新裙子，局促地表示不知道该怎么报答这份恩情。温迪亚笑着提议，让凯特教他开店的诀窍。看着凯特放松下来，温迪亚在心里默默感谢尤利泽安排了这里。尤利泽为了帮凯特脱离苦海，甚至比温迪亚还要积极。温迪亚邀请凯特以后经常出来放松，凯特却神色黯然地拒绝了。他把今天的款待当成一场美梦，表示自己必须回到现实中去照顾家庭，因为几天前房租又涨了40%，他必须更加拼命的工作赚钱。温迪亚听后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温柔地劝他多吃一点。隔壁突然传来熟悉的声音，凯特瞬间愣在原地，她听出这正是婆婆的声音。此时屏风另一边，女人正拿着礼物极力讨好克里斯，甚至承诺要给他买名贵手表。看着备受打击的凯特，温迪亚在心中默默道歉，但为了让凯特彻底看清现实，他必须让这场戏继续演下去。克里斯故意出言试探，声称最讨厌打肿脸充胖子的人。女人为了面子急忙否认，承认自己只是撒谎骗凯特涨了房租，好让她拼命干活给自己弄钱。女人得意的炫耀，其实店铺租金从一开始就减半了。得知真相的凯特再也忍不住，直接走上前质问婆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被当场戳穿的女人不仅毫无愧疚，反而拍桌而起，大声质问凯特，质问她哪来的钱买新衣服，甚至责怪她不准备明天的生意，还丢下孩子在外面瞎逛。面对婆婆倒打一耙的指责，凯特彻底心寒，愤怒地质问对方为什么要一直欺骗自己。两人的激烈争吵很快引来了旁边顾客的侧目和嫌弃。还没等凯特从婆婆的谎言里缓过劲来，一转头，她竟然看到丈夫查尔斯正搂着别的女人，嘴里还甜言蜜语地哄着对方，承诺要给人家买新戒指。愤怒的凯特直接冲了上去，质问查尔斯为什么会在这里。查尔斯转过头，看到妻子，整个人都懵了。看着丈夫和婆婆如出一辙的冷血，凯特彻底爆发，质问他还要不要孩子。
旁边的女人得知查尔斯早已成家，气得当场质问。查尔斯顿时慌了神，急忙解释。看着眼前这荒诞的一幕，凯特流下了眼泪。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为了这个家拼命工作付出的一切，到头来竟然只是一场笑话。凯特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和孩子省吃俭用省下的钱，全被这群所谓的家人拿去挥霍享乐。他过去付出的信任和时间全都付诸东流。彻底崩溃的凯特不顾身后的呼喊，直接转身冲出了大门。眼看凯特情绪失控跑了出去，温迪亚立刻叮嘱克里斯留下来收尾，自己则动身追了上去。外面此时正下着瓢泼大雨，凯特在雨中拼命奔跑，甚至连鞋子跑掉了都顾不上。温迪亚在雨中大声呼喊着追上他，可伤心欲绝的凯特却转过头，哭着质问温迪亚是不是早就知道一切，今天故意带他来这里看这场戏。温迪亚坦然承认了一切。凯特虽然痛苦，却很快冷静下来。他明白温迪亚只是帮他看清了真相，看清了那对根本没把他当家人的母子。温迪亚走上前递出橄榄枝，表示已经在第2商区为他准备好了店铺，还有能和孩子一起居住的房间，鼓励他凭借自己的手艺独立生活。可身为孤儿的凯特仍在犹豫，他不想让孩子在单亲家庭中长大。温迪亚温柔地打消了他的顾虑，告诉他只要有母亲的爱，孩子就绝对不会缺少家人。温迪亚温柔的鼓励让痛苦挣扎的凯特下定了决心，他流着泪表示自己一直努力想成为女儿的骄傲，而温迪亚的话给了他莫大的勇气，让他坚信自己以后也能做到。雨过天晴，凯特终于释怀地笑了起来，由衷地向温迪亚表达了感谢。温迪亚怎么也没想到，凯特的离婚申请居然只用2周就批准了，不仅顺利拿到女儿抚养权，前夫查尔斯还要按月支付抚养费。虽然这是个好消息，但温迪亚却觉得十分蹊跷。在帝国，即使有尤利泽查到的出轨铁证，单方面申请离婚也需要2个月，可凯特不仅2周就办完手续，甚至连神殿的大门都没进过，这让温迪亚想起自己当初和丹罗斯离婚时的繁琐过程。显然有人在暗中推波助澜。对比自己当初去神殿上法庭的经历，这次的效率确实太反常。不过温迪亚决定先放下疑虑，好好享受眼前的喜悦。脱离苦海的凯特干劲满满，保证会尽快还清店铺租金。旁边的尤利泽也笑着打趣，说连本带利1分都不会少。温迪亚温柔的祝贺凯特开启新生活。凯特听后心里满是感激，坦言如果只有自己一个人，绝对没有勇气重新开始。然而温馨的氛围没持续多久，尤利泽就提到了一个隐患，那个纠缠不休的前夫查尔斯，最近似乎还在四处寻找凯特。凯特无奈地叹了口气，说查尔斯已经被情人甩了，现在却厚着脸皮来纠缠他，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他身上，甚至跪在地上求他原谅。不仅如此，前婆婆也病倒了，因为勾引有妇之夫，被对方的妻子们联手起诉，如今正面临堆积如山的诉状。埃尔斯顿曾哭着来找凯特帮忙，却被凯特毫不留情地拒绝。后来对方又求凯特去帮忙看店，也被凯特直接轰了出去。一旁的尤利则听得大快人心，直呼没能亲眼看到，真是可惜。看着眼前神采奕奕的凯特，温迪亚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聚会结束后，尤利则和凯特送别了温迪亚，但温迪亚心里清楚，查尔斯那种无赖绝不会善罢甘休，甚至可能会对凯特进行报复，所以他这边也采取了自己的措施。温迪亚立刻询问查尔斯的下落，克里斯解释说，彼得发现查尔斯在凯特家附近鬼鬼祟祟，便主动提出要亲自解决这个麻烦。彼得甚至兴奋地带上了绳子。温迪亚忍不住在心里吐槽，彼得大概是平时做家务压力太大，才急需找个地方宣泄一下。克里斯微笑着表示，很高兴一切都如温迪亚所愿。温迪亚听后却有些发懵，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对方的意思。从那以后，克里斯的话一直萦绕在温迪亚脑海中，一切真的只是顺从了他的心意吗？仔细想来，这中间确实有太多说不通的疑点。当初他和丹罗斯离婚，走完所有流程，整整花了3周时间，可毫无背景的凯特居然只用了2周就顺利办完手续。不仅如此，查尔斯母子还被抚养费和和解金压得根本喘不过气来。正如克里斯所说，他想要的结果全都分毫不差地实现了。这真的只是运气好吗？还是说这背后其实另有隐情？温迪亚其实早就发现克里斯在隐瞒身份，如果他真能暗中操控这一切，那他的背景恐怕比公爵家族还要显赫。可这样一位大人物，为什么会甘愿留在自己身边呢？正当温迪亚百思不得其解时，女仆萨莎推着餐车兴高采烈地走进来，原来是尤利泽大清早送来新鲜食材，想要感谢温迪亚帮第2商区顺利起步。看着牛排蛋卷和肉饼摆满餐车，温迪亚忍不住暗自吐槽大早上吃的太油腻。不过看到萨莎笑得那么开心，他也只能无奈接受这份好意。看来第2商区的营业额确实提升了不少。萨莎看温迪亚这么拼，忍不住劝他别太累。温迪亚倒觉得亲自动手更有成就感，而且还能顺便赚点担保费。接着温迪亚打听起自己丢失的耳环，那是一只花朵形状的蓝宝石银耳环，他找了好几天都没找到。萨莎答应打扫时会帮他留意。温迪亚顺口问起府邸最近有没有异样，萨莎提起3楼的租客有些奇怪，自从搬进来就再也没见他出过门。温迪亚立刻反应过来，那个人正是塞西利亚。既然人家不想被打扰，温迪亚就叮嘱萨莎别去打扰。结果话还没说完，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激烈的打骂声，这动静直接把2人给整懵了，还以为是来了什么奇怪的客人。而另一边，在气候恶劣的北方岛屿，
丹罗斯正带队在海边调查，最近海里不断有诡异的黑影冒出来，但查了好几天也没找到原因。就在这时，属下急忙跑来汇报情况。属下汇报说，目前只能靠火攻清理黑影，但燃烧产生的恶臭毒烟已经让不少骑士中毒晕倒。军中现在人心惶惶，大家都希望能放假回家看看家人。听到家人2个字，丹罗斯脑海中突然浮现出温迪亚的身影。他随即向副官打听，从这里坐马车回南方需要多久。得知最快也要4天后，丹罗斯果断下令停止搜查，让副官先带队返回帝都。至于他自己，则打算顺路去见一个人。听到院子里的动静，温迪亚和萨莎赶紧跑了过去。只见一位衣着华贵的老者正拿着手杖狠狠教训罗恩。老者一边挥舞手杖，一边怒斥，指责罗恩24岁还离家出走，如今还要自己来帮他收拾烂摊子，质问他为什么要动手把人打伤。温迪亚在一旁看得满脸疑惑，这个老者显然是个贵族，可他为什么要跑到自己的府邸，动手殴打他的租客？觉得对方似乎不是来找麻烦的，温迪亚决定先不插手，和萨莎站在一旁静观其变。罗恩捂着被打疼的肩膀，大声辩解，说是那些人先拿着武器找上门，自己总不能站在原地挨打。温迪亚在一旁听得明白，原来之前帮罗恩摆平流氓的正是他的爷爷。罗恩显然很不服气，质问爷爷还要管他到什么时候，甚至嫌弃他一个退休老头多管闲事。这话让老者的脸色阴沉下来。他提起罗恩去世的奶奶，质问他是不是忘了奶奶的教诲。罗恩顿时哑口无言。温迪亚觉得自己听到了不该听的，正打算悄悄溜回楼上，老者却突然下了最后通牒，命令罗恩立刻收拾行李跟他回去。听到租客要被带走，温迪亚顿时急了。温迪亚急忙冲上前阻止，大喊着绝对不能带走罗恩，声称罗恩是他非常需要的人。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把罗恩的爷爷给整懵了。其实温迪亚心里想的是，现在新租客不好找，罗恩可是他最稳定的房租来源，要是被带走了，损失可就大了。爷爷听完顿时起了疑心，怀疑两人是不是有什么特殊关系，吓得温迪亚赶紧出声否认。罗恩在一旁也满脸嫌弃。为了打消爷爷的顾虑，温迪亚一把搂住罗恩，解释说罗恩是他在第2商区的员工，因为工作能力太强，自己根本离不开他。罗恩刚想开口反驳，温迪亚直接一脚狠狠踩了上去，用眼神警告他配合演戏，毕竟他自己也不想被带回家。罗恩心领神会，立刻改口对爷爷表示自己确实在帮温迪亚做事，所以暂时不能回去。看着两人一唱一和，爷爷最终没有强行带走罗恩。温迪亚怎么也没想到，爷爷听说两人是合作伙伴后，竟然亲自把他们送到了店铺，临走前还不忘警告罗恩，要是敢撒谎就立刻把他绑回家。如今两人只能在店里干坐着。温迪亚忍不住问还要待多久，罗恩提醒他老人家随时会来盯着，没想到罗恩为了不回家，竟然咬牙决定留下来打工，这让温迪亚十分纳闷。罗安看起来细皮嫩肉的，显然从没干过粗活，而且爷爷送他们坐的马车还是魔塔上周刚推出的高档货，那种不需要马匹的魔法马车，不仅速度更快也更平稳，难怪罗恩平时交房租时那么痛快。察觉到温迪亚探究的目光，罗恩有些敏感的主动开口，问他是不是也觉得自己像个无业游民。温迪亚这才反应过来，这家伙原来是在介意爷爷刚才的训斥。为了安抚罗恩的情绪，温迪亚耐心的开导他，表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无论在什么年纪，成功都不算晚，只要想做，随时都可以开始。罗恩听完顿时松了口气，顺杆爬地问他是不是不介意自己继续当个闲人。温迪亚看着他理直气壮的样子，忍不住在心里吐槽他倒是有自知之明。温迪亚温柔地劝导罗恩，只要自己心里清楚就足够了，人生在世走点弯路也没关系，毕竟没人是一出生就定好角色的。这番话让罗恩感触颇深，以前身边的人都和爷爷一样，只会一味地指责和否定他，嫌弃他不够成熟，甚至有些窝囊。为了寻找方向，他选择逃离家庭，但逃跑并没有让他真正轻松下来，因为连他自己也一直在自我怀疑。罗恩看着手里的饮料，心里一直以来的迷茫和怀疑，似乎在这一刻找到了出口。温迪亚那句理所当然的安慰，让他第一次感受到了温暖。看着眼前这个温柔的女孩，罗恩忍不住由衷的赞叹，说她年纪轻轻就很有本事，居然能把第2商区带得这么繁荣。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夸奖，温迪亚顿时有些受宠若惊，忍不住凑上前去确认，问他是不是真的在夸自己，非要罗恩把刚才的夸奖再说一遍。罗恩却直接把杯子一放，无情的拒绝了他，表示好话只说一遍。看着温迪亚瞬间愣住的模样，罗恩忍不住在心里暗笑，觉得她真是太容易满足了，一点点夸奖就能让她这么开心，真是一个有趣的女人。神殿外无数信徒正等待着神谕，神殿内的祭司也坐立难安，表示不能再拖延公布的时间。面对祭司的催促，蒙森却显得十分从容，直接表示那就公开好了。这态度让祭司们十分愤怒，指责是蒙森之前要求隐瞒部分神谕，如今却又出尔反尔，甚至直言隐瞒神谕等同于背叛。蒙森根本不在乎他们的指责，冷酷地警告他们只需服从命令。这彻底激怒了祭司，斥责异教徒不配染指神明的意志。面对口出狂言的祭司，蒙森毫不犹豫地出手将其斩杀，并警告其他人不要忘恩负义，背叛给予他们地位的主人。蒙森顺势指派了一位新祭司长，并微笑着询问对方该怎么做。面对死亡的威胁，新祭司长只能颤抖着妥协，答应只公布蒙森指定的神谕。
见对方终于听话，蒙森这才满意的收手。恰好属下送来他要的报告，他便打发走了这群吓破胆的祭司。打发走那些祭司后，蒙森开始翻看送来的报告。为了收集这些散落各处的纸张，他们这几天可谓是费尽了心思。然而仔细清点之后，蒙森发现居然少了一份。面对手下找不到的借口，他顿时勃然大怒，命令手下立刻滚去把最后一份找回来。看着手下慌忙离去，蒙森烦躁地用魔法火焰烧毁了报告。局势的发展显然超出了他的预期。想到那个轻易死掉的家伙，他甚至后悔没让对方死得更痛苦些。如今线索中断，看着渐渐化为灰烬的报告，蒙森一时间也有些犯难，不知道该如何向主人交代。回到温迪亚的府邸，因为最近忙着筹备新店，温迪亚累得在沙发上睡熟了。克里斯轻轻推门进来，看到阳光有些刺眼，便下意识地帮他拉上了窗帘。看着熟睡的温迪亚，克里斯不禁有些自嘲，自己竟然习惯性地照顾起他来，而且温迪亚对他的态度似乎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原本以为自己说了那些话后，温迪亚很快就会对自己起疑，没想到他却毫无防备地睡在面前。看着熟睡的温迪亚，克里斯有些抱怨对方的冷落，伸手抚上他的脖颈，只觉得他的身体太过脆弱，仿佛稍微用力就会折断。就在这时，罗恩突然推门走了进来，冷冷地质问克里斯在做什么。克里斯见状连忙收手，有些紧张地询问罗恩的来意。罗恩没有回答，径直走上前命令克里斯让开，声称自己要叫醒温迪亚。克里斯却毫不退让，坚持要由自己来唤醒主人。克里斯微笑着宣示主权，强调温迪亚是自己的主人。罗恩却根本不吃这一套，直接冷脸让他让开。两人正僵持着，温迪亚突然惊醒过来，发现自己睡过头了，急忙询问现在几点。得知马车已经备好，温迪亚想起和别人的约定，急匆匆地跑了出去。路上，罗恩突然开口，直言自己讨厌克里斯的眼神，甚至建议温迪亚开除他。见温迪亚一脸莫名其妙，罗恩也没有多解释，转而叮嘱他注意安全，要是遇到袭击就直接做对方人中，还当场示范起握拳的姿势。罗恩正热心地教温迪亚防身技巧，这一幕恰好被克里斯看到，看着两人逐渐亲近的举动，他心里顿时感到十分不悦。转眼3天过去，罗恩为了证明自己不是闲人，不仅每天主动叫温迪亚起床上班，表现的甚至比谁都勤奋。然而温迪亚给他安排的第一份差事，居然是去当临时保姆。面对哭闹的婴儿，连换尿布都不会的罗恩瞬间崩溃，只能任由温迪亚在一旁无情吐槽。看着眼前娇小的婴儿，罗恩紧张的根本不敢下手，生怕自己一用力就会弄伤孩子。温迪亚在一旁听得十分无语，催促他赶紧把孩子抱起来。罗恩只能硬着头皮，小心翼翼地将婴儿抱在怀里，看着他虽然紧张，却毫无怨言。温迪亚心里不禁对他有些刮目相看。顺利结束了带娃工作后，罗恩把孩子平安送回给凯特。既然罗恩决定留下来打工，那他的雇主自然就是温迪亚了。温迪亚直接递给他一个大包裹，罗恩拆开后，整个人都傻了，质问温迪亚是不是在开玩笑。温迪亚却理直气壮地解释，是罗恩自己说不想露脸工作的，所以这套衣服再合适不过了。原来温迪亚给罗恩准备的是一套定制的椰子小熊人偶服，正好店里最近要举办试吃活动，他正愁找不到人来穿人偶服引流，这下刚好让罗恩顶上。然而当罗恩换好衣服走出来，现场的气氛瞬间变得有些诡异。原本可爱的小熊人偶服穿在身材高大的罗恩身上，硬生生变成了紧身9分裤。罗恩崩溃地质问温迪亚是不是真的要让他这样出门。看着眼前这个比例失调的长腿熊，温迪亚自己也彻底看傻了，不明白为什么这只熊会变得这么长。看着比例失调的罗恩，温迪亚提议用别针固定一下，或者在衣服里塞点填充物。他忍不住吐槽罗恩脸太小，个子太高，让罗恩一时间不知是夸是损。还没等两人调整好衣服，大门突然被人暴力踹开，一位红发女子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大声质问里面的人在哪。温迪亚紧张地询问对方的身份，然而闯入的红发女子却突然愣住，因为她眼前的画面实在太过诡异。一个金发少女身边正站着一只手足无措的长腿小熊。罗恩摘下熊头面具，十分尴尬，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穿人偶服的窘态会被突然找上门的人撞个正着。对方见状更是直接笑出了声。坐下后，温迪亚才得知这位红发女子是罗恩的双胞胎姐姐艾丽特。艾丽特解释是爷爷告知了地址，自己才一路找了过来，顺便还看了一出好戏。眼看艾丽特要自我介绍，罗恩急忙大声打断她，强行把她拉到一旁谈话，生怕她再说出什么秘密。罗恩私下警告艾丽特，从现在起只能叫她罗恩，并且绝对不能提起家族的事情。艾丽特觉得这根本瞒不住贵族，但罗恩表示温迪亚并不是贵族。得知温迪亚的身份后，艾丽特这才重新回到座位，大方地向温迪亚自我介绍，并直接说明了来意。原来罗恩是为了逃避继承家业才离家出走，而伊丽特则是来抓他回去的。他对罗恩擅自做决定的行为非常不满，坚持要公平竞争继承权。看着这对姐弟一边吵架一边推脱家产，温迪亚一时间有些摸不着头脑，分不清他们关系到底是好是坏。艾丽特也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便用从小在乡下长大为由向温迪亚道歉。听到艾丽特提到乡下，温迪亚有些意外。艾丽特解释说，两人很小就失去了母亲，父亲对他们也不闻不问，全靠奶奶在乡下把他们抚养长大。然而2个月前奶奶不幸去世，他们不得不回到家族领地。罗恩却因此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始终认为奶奶的死是自己的责任。
听到这些家族隐私，温迪亚一时间有些局促不安。艾利特顺势拿出一封盖有火漆的信件，拜托温迪亚找机会转交给罗恩。虽然嘴上说着不想帮罗恩的忙，但这是奶奶临终前的遗愿。艾利特觉得罗恩平时很听温迪亚的话，由他转交罗恩一定会看。艾利特十分好奇，温迪亚是怎么说服罗恩穿上那套人偶服去工作的。温迪亚解释自己没做什么，是罗恩自己毫无怨言地完成了任务。得知罗恩工作很卖力，艾利特有些意外。温迪亚看出他虽然嘴上嫌弃，心里其实非常关心这个弟弟。温迪亚觉得罗恩虽然是离家出走，但也是想出来做些尝试，毕竟不做出改变就什么都不会发生。他心里却只想着保住罗恩的房租，绝对不能让艾利特把人带走。温迪亚的温柔体贴让艾利特十分感动。艾利特突然凑近温迪亚，觉得两人似乎在哪里见过。温迪亚有些慌张，连忙否认，表示这是第一次见面。艾利特没有纠结这件事，反而笑着询问温迪亚要不要做他的弟妹。这突如其来的提议让温迪亚瞬间傻了眼。与此同时，在另一边，瓦尔迪尼正对着账单大发雷霆，质问手下为什么业绩一直在下滑。更糟糕的是，第二商线的营业额居然暴涨了3倍，明明已经给蛋挞店减免了一半租金，销售额却还是惨不忍睹。手下只能战战兢兢地解释，这家店其实已经快要倒闭了。原来是负责制作的儿媳离婚出走后，剩下的人根本做不出原来的味道，导致顾客流失殆尽。瓦尔迪尼愤怒地命令手下把人找回来，却得知对方早已被第二商线挖走。瓦尔迪尼立刻意识到是尤利则在背后捣鬼，这让他对继承人争夺战更加恼火。在他看来，自己作为长子继承一切理所应当，尤利则却背着母亲在暗中搞小动作。瓦尔迪尼原本抢占了最赚钱的第一商线，把不赚钱的烂摊子全丢给弟弟妹妹，本以为继承人的位置十拿九稳，结果全被一个女人给毁了。温迪亚成了第二商线的顾问，不仅让第二商线业绩暴涨，还害得瓦尔迪尼被母亲埃尔斯顿训斥，警告他别招惹这位前公爵夫人。最让瓦尔迪尼憋屈的是，他因为砸坏了人家的围栏，还得提着礼物亲自登门道歉。结果温迪亚躺在沙发上，只当是有疯狗在叫，看着第二商线步步紧逼，瓦尔迪尼再也坐不住了，不顾手下的阻拦，怒气冲冲的准备亲自去解决麻烦。瓦尔迪尼发誓这一次一定要找到温迪亚，把所有的恩怨彻底算个清楚。巴尔迪尼带着手下赶到第二商线，准备找借口逮捕刚下班的温迪亚。可当他看清温迪亚身边的男人时，却突然脸色大变，决定立刻撤退，并警告手下暂时不要动他。巴尔迪尼震惊的说不出话来，他认出温迪亚身边的罗恩，无法理解这个男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忙完工作后，温迪亚瘫在马车里直叹气，抱怨今天过得实在太漫长了。罗恩在一旁提醒他做好免得撞头，顺便问他为什么非要为别人的伤会这么拼命。温迪亚觉得最近总能听到这种话，在他看来尽职尽责做好工作不过是普通人的生活常态，更何况他自己也很享受这份工作。看着温迪亚坦然的笑容，罗恩不禁想起了自己的奶奶，奶奶也曾希望他能过上普通人的生活，并一直努力缓和他与父亲之间的关系。温迪亚顺着话题问起罗恩和他父亲的关系，罗恩提起那个男人就满是怨气，直言对方是个抛妻弃子的混蛋，自己根本不可能认他当父亲。更让罗恩痛苦的是，他曾逼奶奶在自己和父亲之间做选择，得知奶奶去找了父亲后，他一气之下离家出走，还狠心甩开了奶奶阻拦的手。可他怎么也没想到，那次争吵竟成了永别。奶奶在不久后便撒手人寰，而他连最后一面都没能见上，这成了他心中永远无法抹平的痛。温迪亚看着眼前的罗恩，不禁联想到他离家出走后的经历，他感慨命运的无常，劝慰罗恩不要一直沉溺于过去的愧疚。温迪亚觉得强行去弥补失去的遗憾，并不能让一切恢复如初。或许奶奶在临终前也想通了这一点。随后他拿出了艾利特托付的那封信，递到了罗恩面前，这是奶奶留给罗恩的遗信。温迪亚虽然不清楚信里的具体内容，但还是希望这封信能解开罗恩的心结。他觉得比起最后争吵的画面，奶奶记住的一定也是两人曾经相处的快乐时光。这番话让罗恩深受触动。罗恩默默接过了奶奶留下的信件，他原本只是想把压抑已久的心事说出来，却没想到温迪亚的每一句话都恰好能解开他心中的死结，仿佛能看穿他所有的心思。这让罗恩不禁想起了奶奶曾说过话，每个人身上都有着独特的能量，而有些人天生就能给身边的人带来光芒，让人不由自主的想要成为更好的人。罗恩看着手中的遗信，终于理解了奶奶当年的话，温迪亚就像是一道光，照亮了他原本灰暗的世界。夜幕降临，被关押的彼得开始蠢蠢欲动，他不甘心一直被困在这里，决定趁着夜色偷偷溜走。彼得坚信自己才华横溢，之前被抓只是在静待时机，他甚至在心里自我安慰，自己绝对不是害怕萨莎的平底锅，因为脖子上的项圈无法离开。彼得决定向工会求救，他利用做家务当掩护，偷偷收集零件组装了发射器，准备召唤工会的魔法鸟。可还没等他把信号发出去，发射器突然爆发出一股电流，克里斯突然出现在他身后，警告他不要给主人添麻烦。彼得顿时吓得连连后退，怎么也想不通对方是如何发现的。彼得看着眼前的克里斯，警惕地质问对方到底是谁，克里斯却只是嘲笑他，偷了魔法道具却只弄出这种垃圾。彼得气得质问温迪亚知不知道他的真面目，克里斯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坦言温迪亚当然不知道。彼得见状气
即败坏，威胁要去揭穿克里斯的真面目。还没等彼得把话说完，克里斯直接发动了魔法，瞬间控制住了彼得的意识，命令他忘记今天发生的一切，乖乖回去继续当他的男仆。然而温迪亚此时就在附近，将这一切全都听了去。看着眼前反常的景象，他开始怀疑起克里斯的身份。温迪亚躲在暗处目睹了全过程，他怎么也没想到，平日里温柔的克里斯竟然能随意抹去别人的记忆。这个可怕的发现让温迪亚心惊胆战，他甚至开始怀疑克里斯就是这一切的幕后黑手。为了不被对方发现，温迪亚只能慌忙逃回房间。转眼到了第二天清晨，温迪亚坐在台阶上发呆，罗恩连着叫了他好几声，他才猛地回过神来。昨晚目睹那一幕后，温迪亚心里一直犯嘀咕，可今天一早，克里斯却像没事人一样照常干活，这让他怀疑对方已经察觉到了什么。为了试探情况，温迪亚向罗恩打听世上是否存在能控制精神的魔法。罗恩思索后表示，确实有可能。温迪亚越想越觉得头疼，在这个无法预知未来的世界里，自己似乎正一步步走向麻烦的深渊。正当他烦躁时，罗恩突然主动开口，让他以后直接叫自己的名字。温迪亚爽快地答应了，这反倒让罗恩有些不好意思。他红着脸扭过头去随他怎么叫，还没等两人多聊几句，门外突然传来了脚步声，几个自称来自神殿的人找上门来，这让温迪亚感到十分纳闷。带头的祭司声称神明降下了救赎的旨意，罗恩在一旁解释，这其实就是神谕的意思。温迪亚听完直接傻眼，这可是整整100年来神殿收到的第一个神谕。他忍不住在心里吐槽，怎么莫名其妙的设定又增加了。祭司看着院子赞叹不已，觉得这里的能量非同寻常，尤其是那棵活了300年的古树，正散发着奇妙的波动，仿佛预示着救赎之种即将觉醒。然而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旁边的随从却悄悄凑到祭司耳边，低声警告说自己从3楼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温迪亚猛然想起，3楼正是塞西利亚租住的地方，萨莎之前就曾向他提起过，自从塞西利亚搬进去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他进出。温迪亚心中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顾不上旁人的反应，立刻转身朝楼上跑去。罗恩在身后大声呼喊，却没能阻止他的脚步。一旁的祭司则默默注视着这一切。温迪亚一路狂奔到门前，猛地推开了紧闭的房门。屋内的景象让温迪亚惊在原地。罗恩急忙追了上来，正抱怨他不打招呼就乱跑，却在看清屋里后瞬间愣住。房间里塞西利亚倒在地上，已经没有了呼吸。温迪亚本以为能找到穿越的线索，没想到局势会失控的这么快。针对这起命案的调查随即展开，有人拿着一只精致的耳环，厉声质问这件首饰的主人，为什么东西会落在死者的房间里。温迪亚因此被带走审问，对方厉声质问是不是他杀了死者。原来塞西利亚的真名是塞拉希尔，身份是魔法塔的研究员，他刚搬进公馆，还没整理行李就遇害了。而温迪亚则因为那只耳环被指控为凶手，这让他想起了来警局前萨莎的警告。当时萨莎神色紧张地拉住他，叮嘱他待会儿无论被问到什么都必须无条件否认。看着眼前的审讯官，温迪亚怀疑萨莎是不是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切，他暗自攥紧了拳头，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多留意那个神秘的租客。面对审讯官的步步紧逼，温迪亚坚决否认自己杀了人。审讯官见温迪亚拒不认罪，不仅没有气馁，反而觉得这是个难得的契机。原来帝国即将举行一场只有地方贵族才能参与的投票，这直接关系到赫克萨迪翁家族的商业利益，想要胜出就必须拿到丹罗斯和埃尔斯顿2个家族的支持。而埃尔斯顿家族正深陷继承权之争，审讯官企图通过除掉温迪亚来扶持长子瓦尔迪尼上位，从而彻底掌控对方的选票。虽然瓦尔迪尼曾警告他不要动温迪亚，但面对如此巨大的利益诱惑，审讯官决定铤而走险。瓦尔迪尼觉得只要这次能定温迪亚的罪，父亲就会对自己刮目相看。于是他猛地一拍桌子，厉声警告温迪亚不要再装傻，命令他立刻老实交代罪行。面对瓦尔迪尼的步步紧逼，温迪亚表面上保持着冷静，心里却充满了疑惑。他想不通萨莎为什么能提前预知这一切，更想不通自己丢失的耳环为什么会成为谋杀塞西利亚的证物。这一切的背后，到底是谁在暗中操纵陷害他？温迪亚终于结束了漫长的审讯，虽然他全程保持沉默，但对方还是耗尽了法定审讯时间。好在因为证据不足，他暂时被释放了出来。走在回去的路上，温迪亚心里依旧七上八下，要是被他们找到另一只耳环，事情可就真的说不清了。正当他心烦意乱时，身后突然传来急促的呼喊声。温迪亚回头一看，居然是萨莎和尤利泽。看着满脸泪水的尤利泽，温迪亚有些惊讶，没想到他们在外面守了一整天。萨莎心疼的不行，直呼温迪亚都瘦了一圈。一旁的尤利泽更是气愤，表示绝对不会善罢甘休，他准备立刻采取法律手段帮温迪亚讨回公道。面对尤利泽的仗义直言，温迪亚连忙道谢安抚。萨莎接着追问是否已经把事情都解释清楚了，温迪亚只能硬着头皮表示没问题。其实他心里有一堆疑问想问萨莎，但眼下他只想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还没等几人动身，旁边突然传来一阵哀嚎，只见一个男人死死抱住罗恩的大腿，哭诉罗恩受了天大的委屈。罗恩被缠得一脸嫌弃，温迪亚这才发现罗恩也被放了出来，但他并不认识这个突然冒出来的男人。
那男人转头冲着审讯室大喊，质问对方知不知道罗恩的真实身份。他可是席翁菲尔公爵家的未来继承人。那男人继续大声嚷嚷，质问对方怎敢把公爵继承人当犯人对待。罗恩尴尬的不行，赶紧出声喝止了对方。听到席翁菲尔这个姓氏，温迪亚整个人都愣住了。罗恩则是一脸无奈，感叹自己隐藏身份的努力全都白费了。看着一旁毫无波澜的萨莎和尤利泽，温迪亚忍不住质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冷静。尤利泽表示自己以前见过罗恩，萨莎也觉得他看起来就像个贵族。席翁菲尔可不是普通贵族，那可是帝国最富有的黄金家族，与丹罗斯所在的卡尔布莫家族并列，是支撑起整个帝国的2大公爵家族之一。温迪亚突然想通了其中的关联，席翁菲尔家族和魔法塔关系密切，能优先拿到最新的魔法道具，难怪罗恩的爷爷会坐着自动马车。原来一切线索都在这里串联了起来。还没等温迪亚多想，大门突然被人猛地推开，一个女人撕心裂肺地哭喊着，要求把她的女儿还给他。门外的守卫根本拦不住他，温迪亚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对方指着鼻子痛骂是杀人犯。原来这个悲痛欲绝的女人正是死者塞拉希尔的母亲，她显然是刚刚得知女儿的死讯。看着情绪失控朝自己冲来的妇人，温迪亚心里不禁泛起嘀咕，对方明明是刚刚得知消息，为什么会直接冲着自己来呢？妇人情绪失控冲上来，死死揪住温迪亚的头发，痛骂他是杀人凶手。尤利泽和萨莎在一旁吓得大叫。温迪亚虽然理解对方丧女之痛，但平白无故被当成凶手揪头发，还是让他感到十分委屈。这时罗恩突然大步走上前，一把拦下了失控的妇人，冷声质问对方在干什么，并明确表示温迪亚绝对不是凶手。看着挡在身前的罗恩，温迪亚有些意外，不明白这事明明跟他没关系，他为什么看起来比自己还要生气。妇人依然不依不饶的大喊大叫，坚称温迪亚就是杀害女儿的凶手，哭诉自己一夜之间失去了宝贝女儿。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一个冷酷的声音，直接揭穿妇人曾与女儿断绝关系10年。温迪亚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瞬间愣住，转头一看，来人竟然是丹罗斯，这让温迪亚一时间有些难以置信。他怎么也没想到两人会在这种狼狈的境地下重逢。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原本在一旁看戏的调查官瞬间慌了神，他怎么也想不通两位大贵族为什么会同时出面。面对丹罗斯的指控，妇人急忙狡辩，坚称死者是自己的宝贝女儿。丹罗斯却直接拿出证据，指出有人目击妇人收了一大笔钱，并当场质问他是不是收了好处来故意陷害温迪亚。接着丹罗斯转头质问格里高利，仅凭一只耳环就草率定罪，到底是怎么办案的？这番话让格里高利哑口无言，甚至连上司都开始质疑他是不是违规逮捕了温迪亚。格里高利声称已经拿到了公馆员工的证词，这才紧急逮捕了温迪亚。听到有员工提供证词，罗恩感到有些诧异。格里高利声称是一个口吃的人说的，温迪亚更是瞬间联想到克里斯，怀疑是他在背后推波助澜。格里高利还想继续搜查公馆，试图找出另一只耳环来定罪，却被丹罗斯冷冷打断，表示根本没有这个必要，因为真正的凶手已经落网。丹罗斯指出，他们刚刚抓获了一名四处吹嘘的醉汉，经过审讯，对方已经交代了罪行。丹罗斯当场警告格里高利，因为他的草率办案，差一点就让无辜的人蒙冤入狱。上司当场宣布将他开除。格里高利虽然极力抗议，但根本无济于事。一旁的罗恩十分纳闷，不明白丹罗斯为什么要如此护着温迪亚。结果丹罗斯直接当众宣布自己是温迪亚的丈夫。这个回答让罗恩和温迪亚都惊呆了，温迪亚更是在心里直犯嘀咕，怀疑丹罗斯是不是少说了一个钱字。面对丹罗斯突如其来的宣告，罗恩听得一头雾水。温迪亚赶忙开口纠正，说准确的讲只是前夫，两个人早就已经离婚了。可罗恩却一脸严肃，认为温迪亚隐瞒了这件事，根本就是在欺骗他。温迪亚急得当场反驳，说自己也是今天才知道，罗恩是席翁菲尔家的人，根本不存在故意隐瞒。温迪亚觉得这两件事不能相提并论，质问罗恩为什么突然找茬，罗恩却揪着隐瞒婚姻不放，气得温迪亚再次强调自己和丹罗斯早就离婚了。看着吵得不可开交的两人，尤利则悄悄提议趁机溜走，萨莎立刻表示赞同，两人随即偷偷离开了现场。换到安静的房间后，罗恩开始打听温迪亚的过去，询问他当初为什么要嫁给丹罗斯，甚至怀疑是政治联姻。温迪亚虽然有些无语，但还是承认了联姻的事实。随后他话锋一转，反问罗恩是怎么认识丹罗斯的。罗恩说他们小时候见过几次。罗恩忍不住吐槽温迪亚眼光差，不仅为了长相雇佣克里斯，挑前夫的眼光更是差到极点。温迪亚气得当场反驳，并告诉了罗恩自己的真名。这时门外传来脚步声，丹罗斯推门走了进来，一开口就称呼她为迪亚小姐。显然在外人面前的戏已经演完，他又恢复了往日的冷酷与精明。看着丹罗斯毫无表情的脸以及和自己相似的蓝色眼睛，温迪亚主动开口向他道谢，感谢他今天特意出面解围。但他随即又好奇地追问丹罗斯到底是怎么知道消息的。对于温迪亚的疑问，丹罗斯说只要自己出手调查，证人和户籍的线索自然会水落石出。温迪亚在心里暗暗感叹，这大概就是他那无所不能的特权吧。虽然丹罗斯觉得没必要，但温迪亚还是坚持要报答这份人情。丹罗斯见他态度坚决，便顺势答应了下来。
随后丹罗斯告知大家可以离开了，并主动提出要送温迪亚回去。温迪亚觉得有些多此一举，说自己直接回离婚分到的别墅就行。一旁的罗恩听到这里坐不住了，质问丹罗斯在离婚协议里是不是只分给温迪亚一栋寒酸的别墅。面对罗恩对别墅的质问，丹罗斯直接反问他为什么会在这里。罗恩顺势挑衅道自己现在就住在那栋别墅里。得知丹罗斯对温迪亚的近况一无所知，罗恩忍不住嘲笑起两人失败的婚姻，甚至得意地哼起了小曲，让一旁的温迪亚很是无语。虽然这次终于洗清了杀人嫌疑，但安全回到别墅后，依然留下了许多未解的谜团。温迪亚直接找上了萨莎，质问他是不是真的以为自己会相信那些解释。萨莎急忙解释，说是一个能感知死亡气息的祭司提前向他透露了消息。温迪亚虽然半信半疑，但眼下最要紧的是核实真伪，于是他开口询问克里斯的下落。萨莎却面露难色地表示，克里斯已经神秘失踪了，不仅房间被彻底清空，甚至没人看到他离开公馆。这让温迪亚不得不怀疑起克里斯。他突然回想起自己被带走调查的那天，克里斯曾使用过诡异力量。他怀疑连凯特的离婚案也是克里斯在暗中操纵。这个男人到底是什么身份？潜伏在自己身边又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想到这里，温迪亚懊恼地躺倒在床上，对一旁的萨莎坦言自己犯了个天大的错误。原来克里斯根本就不是什么正义之士。温迪亚忍不住在心里吐槽，这剧情怎么突然奔着惊悚片去了？2天后，关于塞拉希尔死因的细节终于出炉。被捕的凶手交代，自己是因为缺钱才收钱办事的。他在塞拉希尔搬进来的当天潜入，得手后便跳窗逃走。虽然军方立刻开始追查幕后主使，但温迪亚很清楚，这次的幕后黑手绝对不好对付。温迪亚来到墓地祭奠塞拉希尔，他总觉得这案子处处透着古怪。凶手喝醉后四处炫耀，罪行本就反常，更何况那人平时喝醉了根本不爱说话。虽然整件事疑点重重，但塞拉希尔被家族抛弃的悲惨事实已经无法改变。温迪亚将花束放在墓前，虽然最后没人来悼念塞拉希尔，但他留下的线索已经被安全找到。温迪亚默默祝愿他能入土为安。原来在此前整理塞拉希尔的遗物时，萨莎从他衣服的裙摆夹层里意外发现了一张隐藏的纸条，这显然是塞拉希尔生前特意藏好的。纸条上写着魔法塔正在掩盖真相，还留下一串神秘的编号。温迪亚看着纸条，暗暗下定决心，绝对不能让真相就这样被掩埋。塞拉希尔曾是魔法塔的研究员，而失踪的克里斯大概率也是魔法师。温迪亚意识到，现在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神秘的魔法塔。温迪亚深信，所有谜团的答案一定就藏在这座神秘的魔法塔之中。